在我们面临了那么多失望后，如果你有看过《无敌浩克：猎鹰与冬兵》的影集，那这部片好看的程度可以再往上升一些。影片中有大量爆雷，观看时请多加注意。如果喜欢影片的内容，请按赞、订阅、分享，也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哦。大家好，我是正峰。大家好，我是小颖。今天我们要聊的电影是《美国队长：无畏新世界》。这部电影主要是在描述故事接续影集《猎鹰与冬兵》，山姆正式接任美国队长，而罗斯也选上美国总统。但罗斯因为过往的经历遭到大众质疑。某日，在罗斯的请求下，山姆前往墨西哥，从毒蛇帮的手中抢回亚德曼合金。为了感谢山姆，罗斯邀请山姆、瓦昆、以赛亚前往白宫参加天神岛高峰会。罗斯想借此证明自己已经反省过往的错误，并真心期望世界和平，同时也向山姆提议重组复仇者联盟。在高峰会上，罗斯提出了天神岛条例。山姆抢回的亚德曼合金其实是日本提炼的成品，他希望以此为契机，让各国同意共享天神岛上的亚德曼合金。但高峰会进行到一半，以赛亚及一部分与会者突然袭击众人并逃逸。虽然山姆追上以赛亚询问，但以赛亚却表示自己什么都不记得，并被赶来的维安人员逮捕。为了救出以赛亚，山姆向罗斯申请调查，却被罗斯及安全顾问露丝驳回，认为这件事已经上升到政治层面，不能让山姆处理。被拒绝的山姆让瓦昆调查监视器，自己则前往监狱寻求以赛亚的协助，但以赛亚整个过程失去意识，无法提供有用的情报。回程路上，山姆遭到毒蛇帮首领沙漠响尾蛇袭击，成功反击并抓获对方后，山姆从沙漠响尾蛇的电话得知了幕后黑手的存在。借由瓦昆追踪手机讯号，他们找到了幕后黑手的所在地——回声1号基地。同一时间，露丝也借由监视器发觉袭击者们的异状。就在他前往监狱准备审问时，早就被操控的狱卒却枪杀了以赛亚以外的犯人并自尽。为了保护以赛亚，露丝只能将他转移到单人监狱，而罗斯也因为这次的袭击导致天神岛条例面临破局，他必须亲自飞往日本说服首相尾崎。飞往日本的途中，他接到幕后黑手的恐吓电话，知道凶手真面目的罗斯立刻指派露丝前往回声1号基地。抵达日本后，罗斯希望尾崎重新加入天神岛合约，却遭到驳斥，并指控最一开始偷走亚德曼合金的就是美国政府，日本不会参与天神岛合约。此时，山姆与瓦昆抵达回声1号基地，潜入后发现一个秘密实验室，以及整起事件的幕后黑手首脑山缪史登斯。史登斯用计拖住山姆与瓦昆后逃离，而露丝也抵达回声1号。交换情报后，三人被遭到控制的 FBI 袭击。躲避袭击后，三人前往山姆熟人所在的军事基地，并与事先被带到此处的沙漠响尾蛇交换条件。山姆从他口中得知了，原来史登斯当年被浩克的血感染后，得到了超长的智慧，而罗斯故意加重他的感染，让史登斯为他效力，使他成为总统。然而罗斯却违背了成为总统后就特赦史登斯的诺言，因此史登斯才决定要复仇。这时，三人得到情报，在条例破局后，日本派舰队前往天神岛，而罗斯也不甘示弱的派出舰队。为了避免开战，三人赶到船舰上想阻止罗斯。山姆质问罗斯他与史登斯的关系，罗斯这时才透露，原来自己已经命不久矣，只希望在死前能达成一些成就，得到女儿的原谅。而史登斯制造的药能维系他的生命，因此他才无法放过史登斯。谈话间，有2名战机驾驶员被控制，袭击了日本舰队。幸好在山姆跟瓦昆的努力下，终于避免了两国开战，也让日本相信美国。就在条例签约前的白宫记者会，史登斯故意自首，并于记者会上发布罗斯总统是如何利用他的录音档，让原本急于隐瞒此事的罗斯压抑不住情绪，加上史登斯长期在药剂中加入伽马射线，使得罗斯成为了自己最痛恨的浩克。山姆赶到现场，却完全不是罗斯的对手，只能单方面的被压制。最后，山姆唤起了罗斯心中对女儿的爱，终于让他压制住情绪，脱离了浩克状态。事后，罗斯跟史登斯遭到逮捕，天神岛条约顺利签订，以赛亚也被释放，而山姆也做好觉悟，决定重组复仇者联盟。开头我们就先讲一些结论吧，让大家可以大概知道这部影片会朝什么方向发展。首先，片尾彩蛋它并没有提供什么新的资讯，不如说就只是反复的提醒你接下来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以我个人的角度来讲，不需要浪费时间，如果急的话，离开也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然后是关于这部片的评价，整体来讲，我个人还是给予这部片好评的。我们撇去实质算是复仇者联盟的美国队长3，以美国队长1、2来算的话，这部片我认为比美国队长1还要好看，但没有到2那么好看。这个方面我没有办法赞同你，因为我自己是属于很喜欢美队1的人。终局之战之后的漫威电影，说实在的起伏太大了，不如说难看的实在太多了。我记得我们看完之后好评的大概也只有星际义工队跟时事与金刚狼，然后永恒族是我个人很喜欢，但你觉得不怎么样，是没有到不怎么样啦，就只是普通不上不下的程度而已。然后其他的大部分都是让人不愿意再去回想自己看了什么的。我
会啊，上汽很棒啊。哦，对，我忘记提了上汽也很好看。那美国队长的话，我个人则是认为起码有回到平均以上。如果你有看过《无敌浩克：猎鹰与冬兵》的影集，那这部片好看的程度可以再往上升一些。不过虽然是这样讲，但我认为没有看过这2部，对于这一部电影的理解并不会差去哪里。虽然有些地方你可能的确会感受到一点突兀或是困惑，比如说以赛亚突然就出现了啊，瓦昆也突然就出现了，你可能会稍微思考这2个人的存在定位是什么，但对于整体剧情的影响没有到那么大。那罗斯的话，因为之前我们在其他几部电影里面常常看到他出来击巴人，所以对他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认知。只是他跟他女儿的恩怨情仇，你就必须要去看《无敌浩克》才知道了。当然，你也可以很直觉的就接受，他只是一个希望女儿原谅他的可悲老人。那这部片当然他也有很多的缺点，比方说后期的特效做的实在是有够糟，一眼就会让人觉得画面怪怪的程度了。接着就是每次想要描写聪明绝顶的人时，必然会出现的弊病，就是观众总是会感觉他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聪明。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如果真的都像那些聪明的坏人想象的那个样子发展，那整件事情就不会有好的结果。所以无论他们设计了一个再缜密的计划，英雄总是要能从中突破并且解决这件事件，那必然会显得他们最后好像老马了一样，是没有办法的。相对来讲，我觉得史登斯已经表现得还蛮好的了。因为电影没有明确的讲到他到底有多聪明，所以这部分可能还有模糊的空间吧。但对看过漫画的人来讲，可能就会有种在漫画里面明明就描写他多厉害多聪明，怎么到电影里面就被弱化了。不过这种事在电影本来就很常发生，我觉得大家也只能学着去接受它了。那接下来的内容没意外的话，对讨厌这部片的人大概就会觉得我们只是在吹捧它，但这些基本上就是我们看完之后的心得。大家有任何意见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首先我要称赞这部片的一个点是，就像前面讲了，这几年漫威的不管是影集或者是电影，普遍差强人意。在我们面临了那么多失望后，这部片它剧情算扎实，更重要的是每一个角色都智商在线，没有人会中途突然掉智商，或者是通灵找到了解决办法。他们做的事情都有一个自己的逻辑在。虽然它也是一个很像在解任务的故事，但是在故事的衔接上，我觉得它起码是说明的蛮清楚的，而且都有穿插最少一段的动作戏，让整个过程看起来不会太枯燥乏味。有的时候我在看类似像这样子的电影时，经常会有一种我明明觉得自己没有晃神，但是却跟电影的内容脱节了。主角他们好像突然就得到了某种天启，知道接下来应该要往哪里去，但是身为观众的我却一脸茫然，为什么他们知道接下来要去哪里？在这种剧情衔接上面，这一部电影就做得很好。用同样的标准去评断的话，我也会觉得罗斯的安全顾问露丝这个角色设计的还蛮不错的。老实讲，一开始他出来的时候，我还蛮怕他会不会是这部电影的搅屎棍。后面发现他居然是智商在线的，而且想要把事情往好的方面带过去的时候，我就对这个角色有点另眼相看。很多像这样子的片子出现露丝这样子的角色时，都会故意把他们的智商往下调，变成是明明私人调查的主角这一方可以查到一堆的证据，知道接下来该往哪里去找凶手，但拥有国家资源的那一方却什么都调查不到，只能跟在主角他们的屁股后面跑，或者是就算调查到了同样的东西，也会往跟主角完全反的方向去思考，然后还会把主角他们当作是对手或是凶手，不断的妨碍调查的进度，让观众看得烦躁感直升。但露丝在这里就做得很好，瓦昆能调查到的东西基本上也是露丝能调查到的，而他也没有忽视这些线索证据，而是发现之后马上就推进了自己的进度，即便跟山姆他们相遇了，也不会出手就妨碍山姆他们，而是好好的合作，并且好好的朝着解决这起事件的方向发展。那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只是刚好立场不一样，但对于要解决这件事情他们是有共识的，并且也乐于合作一起完成这件事。这部片它在每个人的行为模式上面都表现得很浅显易懂，事前也都埋下了许多的伏笔，告诉你这个角色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个性，所以当他们做出一些行为的时候，不会让你感受到太过突兀。比方说中间瓦昆因为挡飞弹而受伤的地方，他前面就已经很常在告诉
你说，瓦昆他想要用猎鹰的身份做出成绩，急于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合格的猎鹰，所以你对于他后面会突然脑冲，然后失误撞到飞弹这件事情，也不会感到太过的意外，因为他前面就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啊。而且讲真的，他们那个当下是在阻止两军交战，有个人受伤了，我觉得也算是很正常的。不如说双方飞弹这样射来射去，只有一个人受伤，也算是蛮厉害的了。而且看结尾他那个伤势，至少也不像战争机器那个时候直接下半身瘫痪了。然后就是罗斯的部分，罗斯这个角色就变得比较复杂了。我觉得有看过《无敌浩克》再来看的话，会对他的理解比较多，也会对他这一集里面的行为有比较深的感受。虽然演员不一样，他在《无敌浩克》里面，因为班纳的关系跟自己的女儿决裂，从此两个人开始冷战。当他选上总统之后，他急于的想要为世界和平做出些什么，来证明他已经改变了，也希望借此挽回他女儿的心，希望他女儿原谅他。相对于以前我们看到的罗斯那种固执的军人形象，这边的罗斯他已经变成了是一个在生命的后期，发觉自己要死去时，希望得到亲人谅解的一个老人。所以在这部电影里面，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是一个很让人感受到可怜的存在。其实我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好像在看更生人的感觉，因为社会大众在面对像这样子有前科的人的时候，大多数就会判定他们就是坏人。不管他们今天怎么改变，做了多少好事，永远都会觉得啊，这个人就是烂，这个人就是坏，他不可能会变好。就像是罗斯在剧中，不论面对谁，大家第一个对他的反应就是啊，你不就是浩克猎人？或者像是以赛亚认为罗斯永远都是那样糟糕的状态，他不可能会变好。不管是从比较偏自己人的角度，或者是路人的角度，以及反派的角度，每一个人都在不断的阐述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是看得到罗斯有在改变的，但是社会不接受，让整件事变得有点可悲了。虽然我觉得这也是他过去造的那些孽产生的结果了。史登斯就是因为不相信罗斯他会改变，觉得他会跟以前一样是个脾气暴躁的人，所以才会借由让他变得好客这件事情来报复他。我觉得这整体来讲也替结尾山姆用他对女儿的爱换回他这件事情埋下了伏笔。这个故事也希望观众去认同罗斯他已经改变了，如果他没有改变，他不可能在最后的时候被山姆唤醒。虽然看起来真的很像是山姆嘴炮一下，还有突然醒悟，不然山姆完全没办法对抗他。这部分我们先放在后面再聊。但是也因为这部片对罗斯的描写太多了，所以让我有一种其实这部片的重点根本不在美国队长身上，而是在罗斯这个人身上。大概也是因为山姆接任队长的这一个心境转变已经在影集里面结束了，所以在这一集最能够让观众感受到成长的人就是罗斯了，让焦点被模糊掉，这边有些可惜啊。我觉得其中有一点也是因为比起史蒂夫，山姆更像是比较贴近我们的凡人，所以他的一些行为特质不会让人特别的感受到耀眼，但也许也就是这个凡人的部分才显得山姆这个美国队长是特别的吧。虽然这样讲有点矛盾。我觉得这一集的美国队长很努力的在强调山姆就是一个普通人，他不像美国队长有打血清，像索尔一样有神力，或者是像钢铁那样子有超能力。 What are your superpowers again? I'm rich. 他全身上下最厉害的地方就是那一个由瓦干达做给他的翅膀，以及队长交给他的盾牌。所以在这部片里面，其实很难呈现什么精彩的战斗画面，因为山姆他实在太烦人了。光是开头他打小兵就打得要死要活了，我都不知道到底是少了那个血清差这么多，还是山姆的对人格斗技巧真的也的确不如史蒂夫了。一样都是打小兵。美国队长2开头的时候，史蒂夫可以一拳一个，但是山姆做不到，因为他就是个普通人。在电影里面很多地方都会呈现出这样子的感觉。电影开播前，我们很多人都在想啊，就凭山姆一个没打血清的人，他怎么可能打得赢红浩克？事实证明，他的确没打赢啊，他被打得跟智障一样。他用尽了全力，什么招都放了，丢盾牌，盾牌被接住；放无人机，无人机被砸烂；冲上去肉搏，翅膀被拔掉，到最后还是靠着瓦干达黑科技的泛合金翅膀，才把这一路下来承受的浩克全集反击回去。但这也仅仅只是勉强打晕了红浩克。实际上没多久，红浩克
克也就醒来了。如果再继续打下去的话，山姆真的只会变肉酱啊。山姆那一下受到的伤害还比红浩克还大，但是我觉得这部片想给我们的含义就是在现在的漫威世界里面，他们需要的就是像山姆这样子一个平凡的美国队长。以前的美国队长是一个超人，在那个相对和平的年代，我们需要一个超人来让人民相信他，相信不是所有的超能者都是坏人，相信这些超能者会为了保护平民百姓而不努力。即便是在美国队长出来的那个二战时期，他的存在也是要告诉人们，我们会胜利，我们终究会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但是在世界上一半的人口都回来之后，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我觉得新的美国队长想要带给人们的感觉，就如巴奇所说的，他们想要的是一个榜样，一个即便身份普通、没有任何超能力的凡人，也能够做出正确选择的榜样，而不是让普通的人会去找借口说啊，因为美国队长有打血清啊，他当然可以做好事啊，钢铁人他很有钱啊，他当然可以做好事啊。山姆的存在就是要让这些人知道，即便身份普通，即便我没有打血清，我依然可以靠自己去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不是借此当做理由让自己堕落。也或许是要反映像这样子的故事内容，所以在这部片里面绝大多数的时间，山姆他都没有带着猎鹰装甲，但是这实在是会让人很想吐槽。你明知道你是在调查一起事件，而且也明知道你就是个凡人，怎么盾牌跟装备你还没有随身携带？瓦干达科技不是很进步，就不能学钢铁人用奈米科技吗？你知道这有差别，钢铁人的奈米科技那是他自己做给自己穿的，所以他想怎么做都行。但是山姆身上的装备那是瓦干达好心送给他的，不好随便提要求啊。那整体来讲，关于这部电影，在终局之战后，我们已经看过很多不上不下，甚至可以说是难看的电影了。虽然事前有很多争议，不过这次的美国队长没有那么差，至少我个人认为还是好看的。动作场景相当精彩，每个角色也都有自己的行动逻辑，一层一层揭开阴谋的地方，虽然称不上是高潮迭起，但也算得上是有期待感的，而且很好的把凡人山姆的美国队长给表现出来，没有让他学会什么奇怪的超能力，这一点很得我心。看得出来这部片很努力的在展现普通人的超级英雄这件事。如果对漫威还有一丝期待的话，那我想还是可以进场支持一下。那关于这部电影就聊到这边，如果你有任何的心得感想，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也记得订阅频道，追踪粉丝团跟 IG。那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